Hello，大家好，这期我们来看武器绝活哥的一个上单兑现。这局的话，兑现是 Bobby，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第一件出装是那个神圣分离者，对，差点忘了这名字叫什么了。太久很少见一个上单出这件装备了，像武器还有卡米尔打肉的时候会出这件，就是那种像对面有回血能力特别强，像蒙多啊，然后像鳄鱼啊会出，因为换血不好换嘛，有时候，而且续航没有对面厉害。像波比的话，他能一直给自己盾，你总不能上单做个破盾。武器的话做不了，不太能，那个怎么说呢？他是能做破盾，他不太能早期的时候就做，所以他还不如直接做神圣分离者跟对面拼那什么，拼续航能力。然后如果说你打的是那种战士，比如说像瑞文啊这些的，你就可以做3项，更快的打出输出。不然人家一套秒你就难受死了。然后第二件的话就做那个收集者甲骨制造者，然后再搭配那个第3件的破剑者，增加伤害也能提供容错，然后能带线去推塔，这就很舒服了。武器来说的话，偏有带线的属性在身上。完了，这漏的兵太多了，但前期换血已经换得很好了。前3集对于波比这个数值怪来说，确实不是很好换的但这里面已经换得很好了。等5级的话，就可以直接秒掉对面，打个爆发。好，对面的血量已经到了斩杀线，上来直接秒大招。直接闪现接品雷收掉人头。这里面你看到就是前期换血已经换得特别好了。然后回去做一件布甲鞋、铁板鞋，这样的话对面波比的话就不好打了。像如果武器打兰博其实没那么好打，但如果说你打兰博能像刚刚那样子换血换的这么舒服，那你武器打兰博就很简单了，但没那么容易兰博的拉扯能力武器不太受得住。你看波比这里直接可以减盾。然后很快的下一次又可以给个盾，但这里面对面波比呢 Q 技能打不到武器身上，被拉扯得很好，换血也武器这边做得更好一点，这里直接消耗对面的兵线，把兵线卡住，下路被4爆2了，但还行吧，勉强能活下去。因为对面猫咪配卢锡安，说实话，这阵容做出来，卢锡安配猫咪这种，卢锡安本来就需要前期很需要被保护的一个 ADC， 不然不被保护的话，根本就对不了线。这里 E 技能上来打一套，对面的 W 开晚，如果早点开的话，还能阻挡一下武器跳过来。说明对面打武器
波比熟练度还是欠缺一些。让对面打野过来，哎，吃一下兵线。就是这里面有个小技巧，就是你故意让对面过来，去分那个波比的经验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那波塔推进去，你是没办法阻止他吃的。但如果说你能把他的队友勾过来，对吧？哎，这里对面交闪现了，但救不了。这个赵信大无语事件了。就是然后让波比的发育变得本来就差了，然后让他变得更差。但这里面武器那个什么赵信给机会了，给个大的，这里大招直接 W 敲死。哦，这里的话回去做完那个神圣分离者。这里面你可以看到3绿的话。对面波比我感觉就是纯数值，如果你放在端游，它上单能力没那么强。然后3绿的话，就是对于贾克斯来说，确实打不太动很多东西哈。像打剑魔，我不太建议带3绿，或者说，因为你有神圣那个什么不灭之握，我建议带点输出一点。因为打剑魔确实，你打 A3绿对于剑魔来说，它一直有回血能力，而且你跟剑魔对拼的话，拼不过，越拼越痛。哦，对面3个人过来去分波比的兵线，那这样的话，波比打团的时候更没有装备。神分加 TP 这种打法的话啊，起码这里大招，但扛不住对面狂轰乱炸，吃了太多技能了。来了，赵信直接捅吗？可以，兵线刚好进塔。但这里打野也要被秒掉了。露西安还行，像猫咪家露西安前期是对不了线，但现在没有对线问题，那这样的话，对吧？就轻松很多了。这里面我武器有很大的优势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牵制对面波比。对面波比的话，不让他参团，然后这边还能有那个续航能力的神圣分离者嘛，然后又有那个待会再做个那个破剑者，根本就他就完全清不了兵线，你知道吧？只要推塔，然后恶心对面波比，这局游戏体验还是蛮不错的。但如果说你现在选择去参团的话，估计就够呛了。反正这种情况下，就是队友有劣势，那你作为上单，你如果说是像某一些英雄团战打团的时候特别有作用的，那你可以去参团，像金刚影带线带完线去参团什么的。我这里对面直接绕后，有闪现的不要怕。没办法，
队友都过来了，那这种情况下只能打团。直接上吗？没有，像一技能当一下前排，顶一下对面这么上，直接跳他，给伤害。像 E 技能开出来不一定说要跳上去晕住某些人，而是可以说当一个前排，对面平 A 你一样没有伤害，就像规避伤害一样，吃掉对面的技能也不错了。对面这波团不好打的，我赵信掉点了，那这样的话这边打不了团了。哦，对面打野哦，对面打野跳错地方了。队友去拿龙了，逼他们团，但这里面的话，打团的话正面不是很好团，要是对面有潘森，前期伤害还是蛮高的。这里的话选择过来单带，推塔为主。虽然说酒后哥这样子玩比较毒哈，确实，阵容不是很好，说实话，这局的团战阵容基本上就是得让酒后哥去当前排换人头，就是顶伤害。哦，这里直接闪现 W， 收掉对面的中单。这里面呢可以看出来，经济上面是没有落下太多的。紧跟对面的经济，过来继续恶心波比，射手过来补上伤害，那这样的话波比跑不掉了。对面还掉2个点，这样的话对面拿到大龙是没什么太大作用的，因为不敢直接抱团中推嘛。那掉塔都可能掉不掉。这里破剑者做出来，然后第4件做那个破甲，因为是有混伤的嘛，所以武器做破甲那个法术法穿的话也是吃得到的。只要靠 W 来打伤害。这边潘森往上靠，那这样的话可能是想来抓的。只要对面没露头，就不要继续带。阿离过来了，那潘森肯定在附近，赶紧走。有传送，对面如果说状态不好的话，可以直接传送过来，这边保一下射手，射手这边2个人，猫咪加不是卢锡安，是莫甘娜。那这样没在卢锡安身上，给莫甘娜，猫咪这跑到莫甘娜上面干嘛？莫甘娜就是纯，如果没有超前发育的话，莫甘娜其实没什么那个压制能力的。
这局队友其实不是很好带。这边主要有攀升这种，有资源，有那些就没那么好带。这里的话，射手直接上去了，但射手吃到伤害，然后这里的话可以尝试跃进来，然后赵信的一个进场，完美的一个收割。像那里的话，不要死追阿狸，阿狸的爆发还是蛮高的，算是吃到伤害。然后也把伤害打出去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对面掉4个人，可以直接来拿大龙了。卢锡安去找对面阿狸，直接秒掉了，漂亮。这里的话，三路必须得往前带一带。这里把对面吸引过来，不让对面中路继续往前推。这里面对面卡萨是经济发育是很好的，哦。队友不听指挥，这里面还送了这个莫甘娜，有点无语了。这队友真的带不太动了。这莫甘娜很痛的，现在这个装备，所以不要跟他单打，打不太过，只能看卢锡安怎么发挥。这里看过来，看能不能跳到吧，但没有去理他。有猫咪的卢锡安后期确实舒服，这里上来直接秒掉波比，直接闪现 E 晕住对面，收掉3个人头，那这样的话直接可以平推了。就是拉扯的好，这里面武器的话就是可以做到这么灵活，就是你玩的好的武器好。那行，那这里的话就到这里啦，这期就这么轻松的结束，哈哈，拜拜。